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Aaron。我发现在我的频道，我好像很少讲我跟我男朋友的事情。那上一次在 Q&A 里面有说到，就是我们是在日本认识的。今天呢，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他交往这5年来的一些交往上的文化冲击。那我要先说，我男朋友他只是一个人，他不代表所有瑞典人，但是我觉得他的性格真的是还蛮标准瑞典人的，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这一集不要变成就是一直在讲他坏话。首先再跟大家说一次我们相遇的过程好了。我们是在2018年的9月在京都认识的。那时候我去日本交换学生，然后他刚好就在我的班上，然后我们就当同学，就当了1年。我一开始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很高大的人，但是他讲话很小声，就是上台报告的时候，老师都会说，你可不可以再大声一点啊？然后还有就是他讲话很腼腆含蓄的感觉，就是跟他的高大身材有一个反差。那我一开始也跟他没有那么熟，我就是跟班上的一个中国女生就是当好朋友，然后我们2个做什么都一起。那他就是跟一个波兰人还有一个美国人，他们一组就是都会坐一起这样子。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们超不熟的，只有就是可能我们班上大家一起揪去唱卡拉 OK， 或者是去居酒屋喝酒的时候会讲到话这样子。哦，还有分组报告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跟他有对话这样。一直到后来我们慢慢的开始更熟了以后，发现说，哦，他这个人就是非常的有礼貌，然后我觉得他讲话也蛮好笑的。后来是因为我们就是大家揪会打 LOL 的，一起打 LOL， 坐在交易厅一起打 LOL 这样，然后就发现我旁边的波兰人超级脾气暴躁，就是他生气会把滑鼠当丢出去，然后旁边的瑞典人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他就是一直说我好久没玩I'm so bad， 就是非常淡定。那我就觉得哇，好欣赏这个人的情绪控管。后来我们就是有很多的新的交换学生到了以后，我会比较想要跟比较熟的，就是坐一起，就是后来就慢慢的跟他开始变熟，然后到后来我们就交往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在日本交往不到几个月，我们的交换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就回各自的国家。然后我就有来瑞典找他几次，但其实我们最多相处的时间也就只有3个月，因为签证就到了，我就要回台湾了。所以这一次我来瑞典，其实是我们打算接下来相处最久的时间，就是我是正式的搬过来了，所以不会说3个月后我要回台湾这样子。好了，爆料时间开始。首先我们来讲距离这件事好了，因为那时候我开始跟他比较熟，开始暧昧的时候，我有上网说，就是查北欧人的一些要注意的文化上面的地方，然后我就有看到他们说，就是人跟人的距离很远，因为毕竟这边人口密度很低，所以他们连排公车他们都会跟人都是站很远很远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走出去的时候，我就会站离他超远，就是如果是人行道的话，我就会站到人行道的最边边，然后他就会走在那个人行道上面有一个小凸起的那种边边，他就走在那上面。然后我想说，是还距离不够远吗？他一定要走在那个边边上吗？然后我就尽量的真的是挤到人家的屋子前面，就是给他越大的距离越好。然后还有就是搭电梯的时候，我就会站到最里面，然后给他很大的空间。然后后来交往以后，我跟他聊这件事情，才发现说，哦，没有啦，就是跟喜欢的人，他们不会距离这么远，他们只是人跟陌生人的距离很远而已。然后他那时候还想说我是不是讨厌他，就是觉得很好笑。那第二个就是拿重物，
就是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超市，就是东西买比较多，就很重，然后我就其实拿得蛮吃力的，然后他就有后来就是开始交往以后，他就有默默问我说，你就是跟日本的女生一样吗？就是会希望男生帮忙拿重物？然后我说哦会，然后从此他就是只要有重物，就是他都会出手，就是来帮我拿，或者是帮我搬这样子。就是很多人对于北欧人的一个印象，好像是他们就是不太会帮人家拿重物，但其实是这样没有错，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来讲，男女是平等的，然后他们的女生也不会很小只，所以他们就是看起来拿重物也都拿得很 OK， 男生就不太会去帮忙。可是我觉得亚洲女生，我已经没有算很小只，我有161公分。但是有些重物拿起来真的是很吃力，尤其是那种就是要走长途距离的那种，所以就是还蛮感谢他体谅我文化上的这个部分，然后愿意帮我拿重物这样子。而且这次我超感动的，因为我这次搬来瑞典，我拿了一个30公斤的大行李箱跟一个有超重的小行李箱，然后平常我都是飞到丹麦的哥本哈根的机场，然后我再坐火车到瑞典这边，他会来火车站接我。结果他这次竟然到机场来接我，因为他知道我行李很重，然后搬上火车很吃力，所以他就有特地搭火车来丹麦来接我，我就觉得有感动到。那再来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小习惯。首先，我觉得最明显有意识到，这个文化上有不同的是开冰箱跟开水龙头，因为他开冰箱拿东西，假设他要倒牛奶，他可能就开着，然后拿了牛奶，然后倒，然后再把它放回去，然后再关起来。但我觉得台湾人可能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热，所以我们习惯，而且为了节省电费，我们可能就会习惯就是打开牛奶拿出来关起来，然后把牛奶倒了以后，再把冰箱门打开，然后牛奶放进去再关起来。这个算是他生活上的一个小坏习惯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观念上也是有关。然后像用水的方式也是，不会说很浪费，但是我觉得用水的观念也会跟台湾不太一样，他们这边没有那么缺水，而且他们的水都是可以喝的，所以他们就会还蛮习惯，就是比如说想喝冷一点的水，就会把水龙头打开，然后让水流到比较冷的时候，然后再倒水。这跟我觉得在台湾的生活习惯就还蛮不一样的。那我看网络上有些人分享，跟北欧人交往的时候有一些不习惯的地方是 AA 制的部分，因为他们 A 的真的是很 A， 就是他们 A 的很清楚。比如说，我点了这个，我点了这个，然后就是一般有时候 AA 制就分一半嘛，但他们比较明显就是跟家人也是，就是比如说我点了这个跟这个跟这个，那我就是付这些钱，然后就是会分得很清楚啦。那我自己其实还蛮习惯的，因为我本来就是跟朋友出去，或者是以前交往的时候，也都蛮习惯 AA 制的，所以对我来说是还好。那有一个点是我最难以习惯的点，是他很爱走路，就是因为他其实算是一个蛮节省的人，然后加上在日本的时候，计程车其实很贵。结果我们就曾经从京都车站走回在金阁寺那边的宿舍，我们走了有1个半小时吧，真的是超远。然后他有一次也是他跟朋友出去，然后他们吃的蛮晚的，就是喝的蛮晚的，然后他们决定要回宿舍的时候，是他跟一个女生要一起回宿舍。结果那个女生就是而且外面还下雨，结果他竟然让那个女生就跟着他一起这样走回去。我觉得那女生超可怜的，他们走到一半，那女生说：“拜托我出钱，可不可以让我坐计程车？”
但后来没有让那女生出钱啊，但他们就是叫计程车回宿舍这样子。像我们在这里就也没有车，我们大部分就是走路跟坐火车，还有他会骑脚踏车这样。我还没有买脚踏车。我们走去他姐姐家，就会走个40-50分钟吧，大概有快3公里吗？那其实他就很习惯这件事情，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哦，走好久，什么时候才要到？因为我们住比较郊外的地方，所以我们每次进城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走的，然后这样走来回，每次都超过1万步，但他就很习惯，他真的是很能走的一个人。然后我每次都走到就一直在抱怨说，什么时候才要到家？我很累。那最后一个让我文化冲击最严重的议题就是结婚。其实像瑞典他们这边，他们比较不会有那种女生到了可能30岁之前想要结婚，或者是说2个人有小孩就一定要结婚的这种想法。他们其实很习惯，就是2个人好好的一起过日子下去，就也没有关系，就不一定要结婚。因为他们法律结构的关系，其实2个人不一定要结婚，也可以有小孩的监护权，或者是说房子的所有权等。所以其实结婚对他们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像是2个人之间的一个约定，而不是说人身上一定要有的一个责任。那我跟我男朋友也是讨论很久以后，我们才达到共识。这个算是比较让我在跟我男朋友交往上文化冲击比较严重的一个部分。其实我男朋友原本是不婚主义者，就是他觉得结婚并不是说不会像我从小就会觉得说，哦，我未来可能30岁之前就一定要结婚，或者是说2个人走到一个阶段，可能就想要踏入婚姻。对他来说，就是2个人之间，的约定不一定需要透过法律去做一个 binding。但我觉得2个人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是跟他沟通很久，让他知道说结婚对我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意义，然后还有对我的未来，我们2个之间的规划来说有多么重要。这样好，那这部影片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看到这边。那如果有喜欢我的内容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按赞或者是开启小铃铛，这样子就可以接收到我影片的最新资讯咯。那我们下次见，拜拜。